每天一篇深度人物传记，今天我们来聊聊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956年的一个初夏，伴随着沉闷的隆隆巨响，沉睡了300多年的定陵地下宫殿被现代考古学家缓缓开启。穿过幽暗潮湿的隧道，推开沉重的汉白玉石门，一股混合着腐朽之锦、干涸水银与陈旧时光的气息扑面而来。在那座冰冷且奢华至极的官床上，躺着一位统治了庞大帝国48年之久的君王——明神宗朱翊钧。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剥离掉那些早已失去光泽的金玉陪葬品，挑开化作飞灰的龙袍时，一具令人震惊的骸骨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位在后世史书中被文官集团口诛笔伐，被钉在戴政荒淫耻辱柱上的大明皇帝，其右腿明显短于左腿，骨骼呈现出严重的扭曲与病理性弯曲。这具畸形而痛苦的躯骨，像是一个迟到了3个半世纪的无声辩白，瞬间击碎了那些关于他仅仅是因为懒惰而拒绝上朝的单薄指控。这不仅仅是一具生理上残缺的遗骸，更是一个被封建皇权机器与庞大文官集团双重倾轧至粉碎的灵魂标本。要读懂朱翊钧的一生，我们不能仅仅看他如何端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而必须凝视那具在皇权桎梏中痛苦挣扎，最终走向彻底虚无的躯体。这是一个生来便被奉为神明，却在凡人的病痛与情感中备受煎熬的悲剧。这是一段始于中兴盛世的曙光，却最终在万马齐喑的死寂中埋葬了煌煌大明国运的宿命史诗。公元1563年，朱翊钧降生在紫禁城那高高的红墙之内。那是一个充满着奇幻、癫狂与腐朽气息的年代。他的祖父嘉靖皇帝正躲在西苑的深宫中痴迷于炼丹修仙，帝国的上空终日飘荡着袅袅的青瓷与刺鼻的千汞气味，而大明的海疆与北疆正经受着倭寇的弯刀与蒙古铁骑的蹂躏。在那个大航海时代已经拉开帷幕，西方探险家的帆船正乘风破浪，将美洲白银运往东方的全球化前夜，古老的东方帝国却在一片沉郁的暮气中蹒跚前行。随后，公元1572年，他的父亲明穆宗在纵情声色与丹药的催化下，匆匆结束了仅有6年的短暂统治。那一年，年仅9岁的朱翊钧在懵懂、悲痛与惶恐中，被一双双大手推上了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巅。那时的他，还是一个连沉重的冕旒与龙袍都无法完全撑起的孩童，却要在太和殿外文武百官如海潮般的跪拜山呼中，强行装扮出天子的凛然威仪。小皇帝端坐在宽大的龙椅上，望着殿外森严的丹壁与层层叠叠的黄瓦红墙，他或许会感到一丝新奇，但他绝对无法预料，等待他的并非唯我独尊的快感，而是一场长达10年的令人窒息的精神囚禁。这场囚禁的施加者是他生命中最为敬畏的2个人，生母李太后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李太后出身微贱，原本只是裕王府中的一名宫女，正因如此，她对权力的维系和对儿子的期许带有近乎偏执的狂热。在李太后的严厉督责下，年幼的皇帝没有童年，没有嬉戏，只有无尽的四书五经、经言日讲和枯燥的祖宗法度。每日清晨，当紫禁城的更漏才刚刚滴过五谷，年幼的朱翊钧便会被宫女从温暖的被窝中强行拉起，在摇曳的烛光下开始一天的功课。稍微背错一句经文，或是表露出哪怕一丝的疲倦与顽劣，便会招来母亲长跪不起的严厉惩罚。有一次，年少的朱翊钧在宫中偶尔饮酒作乐，让内侍唱了一曲俗曲，此事传到李太后耳中，太后竟穿上青衣，剥去簪环，拿出一本《霍光传》扔在皇帝面前，厉声斥责他连汉译犬马都不如，
甚至发出了要祭告祖宗、废除他地位的恐怖威胁。那一天，朱翊钧在母亲膝下长跪哭泣，磕头至额头渗血，才换来太后的冰冷宽恕。这深深的恐惧如同一把烙铁，死死地印在了他年幼的心灵深处。如果说李太后是高悬在头顶的道德皮鞭，那么内阁首辅张居正则是牢牢套在朱翊钧脖颈上的政治枷锁。这位明代历史上最具权势也最具手腕的铁血宰相，与大太监冯保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以一种近乎帝师兼严父的双重身份，接管了帝国的航向与皇帝的灵魂。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丈量全国土地，用雷厉风行的手段肃清了官场的陈疴。他整顿驿站，财泰冗员，让大明王朝干瘪的国库重新充盈起耀眼的白银。在这场史称万历中兴的宏大改革中，朱翊钧更像是一个被精心摆放在神坛上的泥塑偶像。他乖巧听话，压抑着少年天子所有的个性与欲望，以近乎完美的姿态配合着张居正的宏图伟业。在这漫长的10年里，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他看着太仓的金花银源源不断地运入，看着边疆的烽火在戚继光、李成梁的镇守下渐渐平息，他由衷地敬爱并依恋着这位元辅张少保。张居正不仅教他治国理政，更用一套严丝合缝的儒家圣王标准来要求他，要节俭，要勤政，要戒除一切声色犬马的欲望。年少的皇帝甚至主动削减了自己的膳食开销，连宫中想要演一出戏，只要张居正一到奏书递上来，朱翊钧便立刻诚惶诚恐地取消。他将张居正视为道德的最高楷模，帝国的擎天白玉柱，甚至是他贫瘠精神世界里绝对不可崩塌的神明。每一次停推，每一次大政方针的决断，朱翊钧都毫无保留地将御笔交给张居正，任由这位威风凛凛的首辅在奏折上挥斥方遒。那时的朱翊钧深信，只要自己做一个听话的好皇帝，只要有张先生在，大明的江山就会永远如正午的阳光般灿烂。然而，权力的交接往往伴随着信仰的崩塌，而这种崩塌一旦发生，便会卷起足以毁灭一切的风暴。公元1582年的夏天，积劳成疾的张居正溘然长逝。当丧讯传到乾清宫，19岁的朱翊钧痛哭流涕，他下令辍朝，予以这位恩师极高的死后哀荣。悬在朱翊钧头顶10年的利剑终于落下，青年皇帝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真正执掌这座庞大帝国的权柄，施展自己压抑已久的抱负。但随之爆发的清算张居正运动，却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将他推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心理黑洞，彻底重塑了他的人生底色。一开始，只是零星的言官上书，指责张居正生前专权跋扈，但很快，这股风潮便演变成了一场满朝文武对昔日权臣的疯狂反攻倒算。当那些曾经在张居正面前摇尾乞怜的官员，如闻见血腥味的猎狗般扑向他尚未冷却的尸骨时，令人震惊的真相被一层层剥开。言官们揭发，这位满口仁义道德，要求皇帝省吃俭用，连一盏宫灯都要计较的严师，私下里竟过着钟鸣鼎食、奢华无度的生活。最令朱翊钧感到眩晕与刺痛的是张居正回乡葬父时乘坐的那顶庞大的32人抬的大轿。那不仅仅是一顶轿子，那简直是一座移动的微型宫殿，里面设有卧室、课堂，甚至还有2个供奉香火的童子。而张居正抄家时被查出的巨额金银，更是狠狠地扇了朱翊钧一记响亮的耳光。对于一个19岁的青年而言，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欺瞒，更是信仰上极其残忍的凌迟。朱翊钧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张居正教导他节用爱民时那张严肃的脸庞。
那是一种被最信任、最敬仰之人彻底背叛的极致愤怒，是道德偶像瞬间幻灭后的彻骨生寒。他突然意识到，这10年来自己所经受的严苛规训，自己在李太后与张居正面前战战兢兢的卑微，全部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张居正用道德的锁链捆绑了皇帝，却在法外的特权中放纵着自己。朱翊钧的内心在滴血，随后这滴血化作了滔天的怒火。公元1584年，朱翊钧下达了极其严酷的诏书，褫夺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封号与恩赐，下令查抄张家。在那场冷酷的抄家中，张居正的府邸被锦衣卫死死封锁，其长子在绝望中自缢身亡，数十口家眷被活活饿死在深宅大院之内。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报复，不仅是对相权僭越的血腥清算，更是朱翊钧对那个虚伪的、用道德绑架了他整个青春时代的文官系统的彻底宣战。当紫禁城内清算张居正的政治风暴逐渐平息，那个曾经唯唯诺诺的少年天子已经蜕变成为一个深谙帝王心术、冷酷而决绝的青年独裁者。在朱翊钧看来，那群满口仁义道德的文官不过是依附在皇权这棵参天大树上的藤蔓，他们试图用祖宗之法的绳索将树干紧紧勒住，以汲取属于自己的政治养分。既然文官集团的道德滤镜已经彻底粉碎，朱翊钧便再也没有耐心去扮演那个配合他们演出的圣王傀儡。他开始将权力的重心从内阁悄然转移至内廷，用宦官和锦衣卫构建起一张只听命于他本人的绝对情报与执行网络。他要越过那些喋喋不休的言官，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强硬姿态向全天下昭示，大明的江山终究是朱家的江山，大明的权柄只能握在天子一人的手中。而历史很快便为这位急于证明自己绝对权威的年轻君王提供了一座极其宏大也极其血腥的舞台。这便是后世史学家们津津乐道，却又令大明国库几乎为之枯竭的万历3大征。公元1592年，当大明帝国的文武百官还在为朝堂上的党同伐异争论不休时，一股来自东海之滨的黑色狂飙悍然撕裂了东亚维持了100年的地缘政治平衡。刚刚完成了日本列岛武力统一的太阁丰臣秀吉，被空前膨胀的野心蒙蔽了双眼。他集结了20万久经战阵的骄悍之师，跨越对马海峡，如入无人之境般在釜山登陆。仅仅数月之间，承平日久的朝鲜王朝军队一触即溃，国都汉城沦陷。朝鲜国王李炎仓皇逃往中朝边境的益州，在风雨飘摇中向宗主国大明发出了凄厉的求救哀歌。当日本侵略军的火绳枪在鸭绿江对岸发出刺耳的轰鸣，兵锋直指大明辽东咽喉时，整个紫禁城陷入了巨大的震动。在这个关乎帝国存亡的十字路口，大明的文官集团再次展现出了他们典型的短视与软弱。在廷议上，户部的官员们心疼刚刚在张居正时代充盈起来的国库，纷纷跳出来陈述出兵的种种弊端。兵部的官员则畏惧日军的兵锋，主张在鸭绿江沿岸设防，甚至有人提出让朝鲜国王内附，放弃那片化外之地。在他们看来，为了一个藩属国去消耗大明的国力，是一笔极不划算的政治买卖。然而，端坐在乾清宫暖阁里的朱翊钧，却透过眼前这些官员们怯懦的目光，看穿了丰臣秀吉那直指大明江山的狼子野心。他虽然深居简出，腿部的骨关节炎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但他的战略眼光却如鹰隼般锐利。他清楚，朝鲜乃大明之藩篱，唇亡则齿寒。一旦日军以朝鲜为跳板，在辽东站稳脚跟，大明北疆将永无宁日。伴随着一声极其罕见的雷霆震怒，
朱翊钧将主张妥协的奏折重重地摔在御案上。他没有给内阁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通过内廷下达了那道震撼东亚的平壤出兵诏书，一出兴灭，天威不为。在这场关乎天朝威仪与国家安全的绝对博弈中，他不需要文官们的批准，而是直接下旨打开了太仓和自己视若珍宝的内堂，源源不断的白银化作粮草与火器，迅速向辽东集结。他越过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兵部尚书，破格启用了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汉将李如松，授予他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的印信，统帅4万大明百战精锐，是要将侵略者赶下大海。公元1593年的正月，凛冬的朝鲜半岛大雪纷飞，滴水成冰。这不仅是一场军事史上的巅峰对决，更是一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铁血画卷。李如松率领的大明远征军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被日军第一军团将领小西行长重兵把守的平壤城。黎明时分，铅灰色的苍穹下，随着一轮苍凉而悠长的号角声撕裂寒风，大明帝国的战争机器露出了它最狰狞也最辉煌的獠牙。神机营的数百门佛郎机炮、虎墩炮和灭虏炮在阵前一字排开，随着指挥官令旗的挥动，炮口同时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炽热的实心弹和开花弹如同密集的陨石雨，裹挟着毁灭一切的力量砸向平壤的城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城墙崩塌，火光将阴沉的雪空映照得如同白昼。日军引以为傲的铁炮阵地在大明绝对的重火力压制下被瞬间撕碎，残肢断壁伴随着泥土被高高抛向天空。当炮火稍歇，伴随着惊天动地的战鼓声，大明的重甲步兵举起巨大的旁排，如同一道钢铁城墙般向城墙缺口推进。紧接着，名震天下的辽东铁骑拔出雪亮的马刀，如黑色的海啸般汹涌而出。将士们的喊杀声、战马的嘶鸣声与冷兵器碰撞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鲜血瞬间染红了平壤城下冰冷的泥土。在这场毫无悬念的绞肉机之战中，明军将士踩着敌人的尸骨，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了平壤外城，将小西行长的残部逼入绝境。最终，日军丢下了数以万计的尸体，在夜色的掩护下仓皇向南逃窜。平壤大捷不仅彻底粉碎了丰臣秀吉妄图4个月征服大明的狂妄迷梦，更打出了大明帝国作为东亚宗主国不可撼动的赫赫天威。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深处，朱翊钧静静地聆听着从800里加急军报中传来的捷音。他没有亲临前线，但他才是这台庞大战争机器的绝对神经中枢。在随后平定宁夏破败之乱的黄河之畔，在剿灭播州杨应龙叛乱的西南崇山峻岭之中，朱翊钧的意志如出鞘的利刃，光寒九州。这3场动辄调兵数十万、耗时数年、波及帝国西北、东北与西南边疆的宏大战争，无一例外都在朱翊钧的遥控指挥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不仅是对大明军事投射能力的一次极限测试，更是朱翊钧向满朝文武，甚至向他死去的老师张居正发出的一场无声的炫耀。他用累累白骨与耀眼的战绩证明了，哪怕他深居简出，哪怕他厌恶朝政，他依然是这个庞大帝国唯一的主宰。他有着超越所有文官的战略格局与铁血手腕。然而，历史的宿命感往往在于，巅峰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最为险恶的深渊。当震天的战鼓声渐渐平息，当万国来朝的颂歌在太和殿的广场上回荡时，朱翊钧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种更为致命的困境。3大征虽然打出了天威，
却也将张居正时代勒紧裤腰带积攒下来的数千万两白银挥霍一空。帝国的国库再次见底，而连年的征战也让各地的百姓疲惫不堪。更可怕的是，在战争期间被强行压制的文官集团正在暗中舔舐伤口，准备对这位强势的君王发起更为猛烈的反扑。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在军事或财政问题上发难，而是将目光死死盯住了皇帝最柔软也最致命的软肋——帝国的继承权。如果说万历三大征是朱翊钧向世界昭示大明天子绝对权力的灿烂烟花，那么随之而来长达15年的征国本之役，则是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一场没有硝烟，却极其惨烈而绝望的拉锯战。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千军万马的冲杀，只有堆积如山的奏折、无休止的道德审判，以及一个帝国神经中枢的渐渐坏死。要理解这场悲剧的内核，我们必须走进朱翊钧那极度压抑且充满防备的内心世界。自张居正死后，他对满朝文武充满了深深的厌恶与不信任。在那些身穿禽兽补服、满口仁义道德的臣子眼中，皇帝只是一个维持帝国运转的符号，一个必须按照祖宗之法和圣人教诲行事的完美机器。没有人关心朱翊钧的喜怒哀乐，除了一个人，郑贵妃。在这座冰冷、肃杀、充满政治算计的红墙深宫里，郑氏是唯一一个将朱翊钧当作人而不是神来对待的女子。她不敬畏他，甚至敢于调侃他、顶撞他。她理解他肩上那份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孤独，她能看穿他那件坚硬的龙袍下隐藏着的那个曾经被母亲和老师严厉规训至千疮百孔的怯弱灵魂。在郑氏的翊坤宫里，大明的天子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伪装，获得片刻世俗的喘息与温存。公元1586年，郑贵妃为朱翊钧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抱着这个啼哭的婴儿，朱翊钧的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慈爱与狂喜。他暗下决心，要将这座江山连同自己所有的爱都交付给这个心爱女子的骨肉。然而，大明王朝那如同钢铁般冰冷且僵化的嫡长子继承制，无情地横亘在了朱翊钧的柔情面前。早在公元1581年，朱翊钧在一次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的途中，极其偶然且并未投入任何感情地临幸了一名王姓宫女。随后这名宫女怀了孕，并在次年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对于朱翊钧而言，朱常洛的存在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污点。当初他本想隐瞒此事，但李太后和内阁官员却强行翻出了那起居注，用极其严厉的口吻逼迫他承认这个孩子。这让朱翊钧再次感受到了那种被系统强行按头、被道德要挟的刻骨耻辱。他本能地厌恶这个长子，迟迟不肯将其立为太子。但对于文官集团来说，立长不立又是维系帝国礼教道统的底线，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一旦皇帝可以凭借个人喜好废长立幼，那么维系大明官僚系统运转的整个儒家伦理基石都将轰然坍塌。于是，一场以逼迫皇帝立储为核心的政治风暴在朝堂上轰然掀起。起初，朱翊钧试图以拖延战术来消耗文官们的耐心，他以皇子尚幼为由，将立储之事一推再推。但大明的言官们早已将这场斗争视为一场为了捍卫道统而进行的圣战。他们前赴后继地向皇帝发起了猛烈的奏折冲锋。这些奏折里有引经据典的劝谏，有痛心疾首的哭诉，更有毫不掩饰的指责与谩骂。他们指责皇帝沉迷女色、罔顾祖训，甚至将大明出现的所有天灾人祸，无论是黄河决口还是久旱不雨，都强行归咎于皇帝迟迟不立太子而触怒了上天。
对于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而言，因直言进谏而被皇帝廷杖甚至流放，不仅不是耻辱，反而是能够名垂青史、获取巨大政治声望的捷径。他们甚至渴望激怒皇帝，渴望那一顿打在自己皮肉上的板子，好让自己头顶那顶忠贞死谏的桂冠更加耀眼。朱翊钧站在乾清宫的御阶上，冷冷地俯视着这群慷慨激昂的群臣，内心的悲凉与愤怒交织成了一片火海。他看透了这群人的虚伪与自私，他们哪里是在乎大明的江山社稷？他们分明是在用祖宗之法来禁锢皇权，用皇帝的妥协来彰显文官集团的胜利。朱翊钧不甘心，他是天子，是言出法随的真龙，难道连决定自己继承人的权利都没有吗？他开始反击，他罢免了首辅，贬谪了无数上书的官员，甚至极其罕见地提出了三王并封的荒唐妥协方案，企图将长子、三子、五子同时封王，以此来混淆视听，暗度陈仓。但文官集团的抵抗如同一堵坚不可摧的棉花墙，无论朱翊钧如何挥舞皇权的利刃，最终都会被那股看似柔软实则强韧的道统之力消解于无形。公元1601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进行了整整15年后，心力交瘁的朱翊钧终于选择了妥协。他极其不情愿地册立20岁的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表面上看，文官集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捍卫了帝国的伦理纲常，但实际上，这场胜利却敲响了大明王朝走向毁灭的丧钟。因为在这15年的漫长折磨中，朱翊钧的心彻底死了。他心中的那团曾经要在抗倭援朝中重塑天朝威仪的烈火，被群臣的唾沫与冰冷的道德教条彻底浇灭。从此，大明王朝迎来了一场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帝王大罢工。朱翊钧不再上朝，不再接见廷臣，不再批阅那些无休止的道德说教式的奏折。他将自己深深地锁在紫禁城的深宫大院内，史称万历代政。后世的史官们用极尽尖酸刻薄的笔墨，将他描绘成一个沉湎酒色、懒惰成性的昏君。然而，当300多年后定陵的地下宫殿被打开，那具右腿明显短缩、骨骼呈现严重病理弯曲的骸骨重见天日时，历史才向世人展示了朱翊钧罢工背后的另一重极其残酷的生理真相，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楚。严重的骨关节炎不仅折磨着他的双腿，甚至可能蔓延到了他的脊柱，导致他晚年甚至连翻身都需要内侍的搀扶。在没有任何现代止痛药物的明代，每一次起立，每一次行走，对朱翊钧而言都是一次如同受刑般的酷烈折磨。试想一下，在寒冬腊月的凌晨，拖着残疾而剧痛的双腿，穿上沉重繁琐的朝服，端坐在冰冷的龙椅上，去听那些他打心眼里厌恶的文官们喋喋不休的指责与争吵。这对于一个本就心灰意冷的皇帝来说，无异于人间炼狱。他的不朝固然有对抗文官集团的赌气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在生理与心理双重崩溃下的自我封闭与逃避。但朱翊钧的代政绝非放任帝国瘫痪的无为，他虽然不上朝，但帝国的绝对控制权依然牢牢握在他那双隐藏在帷幕后的手中。为了瘫痪文官集团的运转，朱翊钧采取了最为冷酷的留中不发策略。对于各部官员的请辞、升迁、补缺的奏折，他一律压在宫中，不批复，不理睬。渐渐的，6部9卿官员缺额过半，地方上的巡抚、知府等要职长期无人填补。到了万历晚年，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僚系统宛如一台失去了润滑油和齿轮的庞大机器，在一片死寂的锈蚀中发出令人牙酸的空转声。与这种政治上的死寂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他在经济榨取上的极度疯狂。连年的战争与奢华的宫廷开销，早已让张居正留下的丰厚家底挥霍殆尽，大明的国库已经跑得能饿死老鼠。文官们代表着江南士绅与大地主的利益，他们高呼不与民争利，坚决反对向富商大贾和权贵阶层增派税收。面对这群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伪君子，朱翊钧爆发出了极其阴冷而疯狂的报复。既然朝廷的税收管道被你们这群代表既得利益的文官堵死了，那朕就自己派人去收。从公元1596年开始，朱翊钧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受争议，也是对大明帝国根基破坏最深的决策，大举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税太监。这是一场以皇权为后盾的，对民间财富赤裸裸的疯狂掠夺。陈凤、高怀等一批大太监，如同被放出牢笼的饿狼，带着皇帝的密令奔赴大江南北。他们不顾帝国的律法，越过地方政府，以开矿征税为名，封山开路，遇水设卡，对商贾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稍微遇到抵抗，便以违抗皇命的罪名将人下狱，甚至抄家灭门。一时间，从繁华的江南水乡到荒凉的辽东边关，大明的天空笼罩在太监专权的恐怖阴影之下。无数中小商人破产，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民变与暴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甚至酿成了苏州织工大暴动这样的惨烈事件。那些沾满鲜血的白银化作一车车的金花银，源源不断地运入紫禁城的内堂。在后世的叙事中，朱翊钧变成了一个贪婪无度、守财如命的葛朗台式暴君。但朱翊钧真的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骄奢淫逸吗？当辽东战火重燃，当帝国的正规税收系统彻底瘫痪而无法筹集军饷时，正是这些被百官唾骂的内堂白银，一次次被朱翊钧拔出，用于支撑帝国摇摇欲坠的边防。他以一种极其畸形、极端自毁的方式，强行给这个庞大的帝国续着命。但这无疑是在饮鸩止渴。矿税太监的疯狂洗劫，彻底撕裂了大明帝国原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社会阶层共识。皇权与官僚系统、皇权与民间社会的矛盾被激化到了极点。朱翊钧用这种玉石俱焚的手段，成功地报复了那个逼迫他的文官集团，但也亲手斩断了大明王朝最后一丝生机。在这场漫长的君臣拉锯战中，没有赢家。紫禁城内的君臣们为了几篇道德文章、几个官制空缺而进行着无休止的冷战与内耗，而在帝国东北那片苦寒的白山黑水之间，历史的齿轮已经悄然开始了残酷的转向。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华夏大地，彻底埋葬他大明祖宗社稷的血色风暴，正借着大明内部的撕裂与腐朽，迅速酝酿成型。公元1618年，辽东半岛那裹挟着冰碴的凛冽寒风，终于穿透了紫禁城厚重斑驳的红墙，吹进了乾清宫那终年弥漫着要苦味的暖阁。此时的朱翊钧已经是一位56岁，被严重骨关节炎折磨得步履蹒跚，甚至连在龙榻上翻身都需要几名内侍合力搀扶的垂暮老人。他在这座被自己亲手按下了暂停键的庞大帝国机器里，孤独地度过了近30年的蛰伏岁月，仿佛只要闭上眼睛，不去看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大明王朝就可以在这令人窒息的静止中永远苟延残喘下去。然而，历史的因果律是极其残酷且不讲情面的。当他在深宫中用无声的罢工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当满朝文武为了征国本和妖书案进行着近乎病态的党同伐异时，帝国东北角那片原本臣服于大明的白山黑水之间，一头真正的嗜血猛兽已经悄然完成了蜕变。那一年，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悍然起兵反明。他的借口中赫然列着大明偏袒海西女真、杀害其祖父等罪状，但其真正的底气是那支已经在残酷的部落兼并战中淬炼得如臂使指的八旗铁骑。后金军队如同一把淬火的钢刀，接连攻陷大明边镇抚顺、清河，兵锋直指辽东重镇沈阳。八旗军隆隆的马蹄声与震天的厮杀声，终于震碎了朱翊钧为自己精心编织的逃避幻梦，将这位缠绵病榻的天子强行拉回了血肉横飞的残酷现实。这是大明帝国自土木堡之变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面对着撼动国本的致命一击，朱翊钧那具残破的躯壳里突然爆发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悲壮的一次帝王回光返照。他强撑着病体，在乾清宫内发出了极其严厉的战争动员令。他一口气从自己背负了一世骂名、拼死护卫的内堂中拨出数百万两白银，调集了全国最精锐的9边重镇兵马，甚至抽调了远在西南手持百杆长矛的川军与土司兵，拼凑出一支号称47万实则10万余人的平辽大军。他任命曾有平壤大捷之功的老将杨浩为辽东经略，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用一场泰山压顶般的战略合围，彻底将努尔哈赤的野心连同他的建州诸部埋葬在冰雪之中。对于朱翊钧而言，这不仅是保卫祖宗疆土的背水一战，更是他向全天下，向那些嘲笑他怠政的文官们证明，自己依然是那个曾在抗倭援朝中挥斥方遒、决胜千里的天朝共主的最后机会。他要用一场辉煌的胜利，为自己备受争议的一生画上一个无可辩驳的句号。然而，公元1619年春天的萨尔浒之战，却成了大明王朝乃至朱翊钧个人命运中最惨烈、最绝望的一场末日悲剧。3月的辽东，春寒料峭，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席卷了连绵的群山，天地间一片苍茫。大明军队兵分4路，如同4条笨重且互不相连的巨龙，在积雪极细的崇山峻岭与原始森林中艰难跋涉。由于文官系统的长期瘫痪与后勤调度的极度混乱，这支临时拼凑的大军在出关前就已军心浮动，粮草不济。而他们的对手努尔哈赤却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展现出了冷酷而惊人的军事天才。面对明军试图将其一网打尽的合围之势，努尔哈赤站在赫图阿拉的城头，冷冷地抛出了一句奠定东亚未来300年格局的战略名言：平儿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在萨尔浒的漫天风雪与崇山峻岭中，惨绝人寰的杀戮拉开了帷幕。后金的重甲骑兵如同黑色的洪流，借着风势与对地形的绝对熟悉，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战法，一次次毫无悬念地撕裂了明军的阵线。大明的火气在严寒中频频炸膛，神机营将士绝望的怒吼很快被八旗军冲锋的铁蹄声和冰冷的刀锋所淹没。西路军主帅杜松在萨尔浒大营被后金军重重包围，这位性格如烈火般的悍将赤膊上阵，最终身中数箭，在乱军中被战马踩成肉泥。北路军主帅马林兵败逃亡，全军覆没。东路军老将刘听在阿布达里冈遭遇埋伏，力战至最后一刻，面部被砍去大半，依然死战不退，终至壮烈殉国。短短5天之内，大明西路、北路、东路大军接连全军覆没，文武将官战死300余人，近5万精锐的鲜血将萨尔浒的皑皑白雪染成了刺眼的暗红色。当杜松、刘听等悍将的头颅被后金军挂在长矛上挑起，任由寒风吹拂时，大明帝国在辽东的100年经略，连同朱翊钧最后的一丝帝王尊严，被彻底打得粉碎。
萨尔浒惨败的800里加急军报，如同催命的丧钟一般递进了紫禁城。当朱翊钧在那张雕龙的病榻上，由太监颤抖着读完10万精锐灰飞烟灭的惨状时，这个与整个官僚集团对抗了半生的倔强君王，终究没能承受住这如天塌地陷般的重击。他没有像年轻时那样大发雷霆，也没有在摔打玉案上的玉玺，而是陷入了一种死寂。他那双曾经充满野心、猜忌与不甘的眼睛，此刻只剩下了深不见底的空洞与绝望。他知道大明的脊梁被打断了，张居正留下的最后一点家底被他彻底挥霍一空，而那个他曾经无比厌恶并费尽心机想要摧毁的文官系统，此刻也已经残破到连组织一次像样反击的能力都不复存在。在生命的最后1年里，朱翊钧的意志彻底崩塌了。他下达了停止矿税的诏书，并试图极其卑微地补齐6部9卿的空缺，企图让停摆的帝国机器重新运转起来。但这迟来的妥协与悔悟，对于一个已经病入膏肓、血管里流干了最后一滴血的帝国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公元1620年的初秋，带着对帝国未来的无限恐惧，带着对郑贵妃与皇三子朱长洵的无限眷恋，以及对这虚伪朝堂的深深厌倦，58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在紫禁城的深宫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将那个千疮百孔的江山交给了他憎恶了一生、防备了一生，却最终不得不向文官系统妥协而册立的皇长子朱常洛。然而，大明王朝那诡异而残酷的政治漩涡，并没有因为这位固执老皇帝的驾崩而停止转动。相反，朱翊钧生前种下的种种因果，在他死后以一种极其惨烈且充满讽刺意味的方式，迅速吞噬了他试图保护和试图毁灭的一切。那个在长达15年的征国本中受尽冷眼与惊吓，终于熬到龙椅上的新任皇帝朱常洛，甚至没能来得及好好享受属于天子的无上威仪。在压抑了近40年后，一旦权力与欲望的枷锁被解开，这位被称为明光宗的短命天子便迅速迷失在后宫的声色犬马之中。登基仅仅1个月，这位掏空了身体的新君便在一连串诡异的宫廷倾轧与几例来历不明的红丸催化下，暴毙于乾清宫内，史称红丸案。老皇帝用一生去抗拒的继承人，仅仅在皇位上坐了30天便化为黄土，这仿佛是命运对朱翊钧的长长达半生的无声反抗开的一个极其恶毒的玩笑。而伴随着朱常洛的骤然崩逝，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中枢彻底陷入了一公案等党争的泥沼，文官集团内部的东林党与阉党开始了更为血腥的撕咬，帝国的最后一丝元气在这无休止的内耗中被消耗殆尽。如果说新君的速死是政治机器失控的缩影，那么朱翊钧生前最挚爱的2个人的下场，则是对他一生试图用皇权对抗体制的彻底否定。那位在翊坤宫中陪伴了朱翊钧一生，给予他在这冰冷深宫中唯一人性能量与温存的郑贵妃，在失去了一生的保护伞后，瞬间沦为了庞大文官集团疯狂报复的靶子。他曾试图借着朱常洛出登大宝的混乱，为自己谋取皇太后的尊号，但在群臣那如同潮水般引经据典的弹劾与唾骂声中，他的图谋被冷酷地粉碎。这位曾经在大明后宫呼风唤雨，连95之尊都要对他百依百顺的绝代宠妃，晚年被彻底边缘化。他在无尽的孤寂、恐惧与百官的冷眼之中苟延残喘了10年，于公元1630年黯然病逝，最终也未能如愿与他深爱的皇帝合葬于定陵的地下宫殿。那笃名为伦理纲常的冰冷高墙，在朱翊钧生前挡住了他溺爱的愿望，在他死后又无情地将他心爱的女人永远挡在了皇陵的木门之外。但真正将这场历史宿命悲剧推向极致高潮的，
是那个曾经被朱翊钧捧在手心，寄予了全部希望的皇三子朱常洵的结局。为了弥补未能将皇位传给这个爱子的遗憾，朱翊钧在生前几乎耗尽了帝国国库的心血，赐予了朱常洵数以百万计的金银珠宝，并在洛阳为他修建了奢华宏伟的福王府。他以为用天下最惊人的财富就能护得这个儿子一世安稳。然而朱翊钧至死也没有明白，那些通过矿税太监从民间敲骨吸髓掠夺来的沾满鲜血的财富，不仅抽干了大明王朝的根基，更成为了套在朱常洵脖子上的致命绞索。公元1641年，当大明帝国的北方防线在清军的铁蹄下摇摇欲坠时，由饥饿与绝望孕育出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如同一股复仇的怒火，烧透了中原大地，轰然撞开了洛阳的城门。面对城破的绝境，那位重达300余斤，在洛阳城里穷奢极欲了几十年的福王朱常洵，失去了所有的体面与尊严。他像一头待宰的肥猪般跪倒在李自成的马前，磕头如捣蒜，涕泪横流地哀求着活命。但起义军将士看着这位大明朝最富有的藩王，眼中只有被剥削了100年的刻骨仇恨。据民间野史与后世的残酷传说记载，起义军将这位福王剥光了衣服，与几只剥了皮的梅花鹿一同被扔进了架在烈火上的巨大铁锅之中，熬煮成一锅名为福禄宴的血肉浓汤，分食给那些饿红了眼的饥民。抛开野史中这极具夸张与惊悚色彩的画面，正史中的朱常洵也确实被李自成斩杀于洛阳城中，他的万贯家财被洗劫一空，成为了起义军壮大队伍最终倾覆大明江山的雄厚资本。朱翊钧用尽一生心机，不惜以帝国瘫痪为代价剧烈的泼天财富，最终竟化作了射向大明王朝心脏的致命一箭，将他最疼爱的骨肉送入了地狱的深渊。岁月的狂沙最终会掩埋掉紫禁城里所有的爱恨与不甘，也会将史书上的浓墨重彩冲刷出最为真实的底色。当我们透视朱翊钧那布满裂痕的执政生涯，越过他至亲身后的满地血腥，重新凝视这位在龙椅上独坐了48年的大明君王时，便会发现，将一个庞大帝国覆灭的全部责任轻飘飘地推给一个人的代政，固然迎合了后世改朝换代者的政治正确，但若仅仅将他视作被文官集团和刻板礼教逼疯的纯粹受害者，同样是对历史复杂性的降维。朱翊钧的一生是一场充满着人性幽暗与制度悲剧的宏大悖论，他既是大明王朝威严的最后捍卫者，也是亲手为这个帝国掘开坟墓的最高主祭。在这个名为万历的漫长世纪里，朱翊钧展现出了极其矛盾的两面。一面，他拥有着超越同时代绝大多数廷臣的战略格局。在抗倭援朝、平定西南与西北的3大征中，他敏锐、果决、手腕强硬，凭借一己的帝王意志，强行驱动着僵化的国家机器，维护了天朝上国最后的体面与东亚的100年秩序。但另一面，当他在与文官集团的争国本中遭遇溃败，当他深感皇权被虚伪的道德道统死死禁锢时，他没有选择像先祖那样通过制度革新去破局，而是退缩进了一个极其阴暗、自私且充满报复心理的深渊。他极其任性地将整个大明帝国当成了自己泄愤的人质。他的代政绝不仅仅是消极抵抗，而是一场缓慢的自杀，一场长达30年，以大明国运为最后赌注的疯狂自杀。他派出的矿税太监如同吸血的蝗虫，虽然在短期内为帝国的战争机器和他的内堂输送了白银，但却残忍地抽干了民间社会的最后一丝高血，彻底击穿了大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底线。
他为了夺回属于个人的那一点自由与颜面，不惜让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陷入死寂的空转，任由党争的毒瘤在腐肉上疯狂蔓延。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翊钧绝非无辜，他身上的贪婪、偏执与冷酷，确确实实化作了催动大明巨轮沉没的狂风。然而，历史的吊诡与深刻，恰恰在于他的无心插柳。就在朱翊钧以极其扭曲的姿态瘫痪了帝国政治中枢的这几十年里，大明王朝的民间社会却因为失去了至上权力的严密管控，迎来了一场中国封建史上极其罕见也极其绚烂的晚明余晖。这是一个政治上烂透了，但文化与经济却狂飙突进的时代。因为皇帝的代政，朝廷的思想禁锢随之松弛，王阳明的心学如燎原之火般在民间蔓延，呼唤着个性的解放与人性的觉醒。美洲的白银顺着海潮涌入江南的市镇，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丝竹管弦与市井喧嚣中破土而出。牡丹亭的婉转，金瓶梅的百态，以及无数文人墨客在礼教边缘的狂欢，共同交织出一幅充满了世俗活力与启蒙色彩的斑斓画卷。万历皇帝用他的黑暗与病态，无意间为中国社会的自我演进提供了一段短暂而自由的喘息期。这是一种极具悲剧美感的时代张力，帝国的政治躯体正在停尸房里渐渐腐烂，而其社会与文化的灵魂却在废墟上跳起了最为狂热的舞蹈。如果我们再将目光向上追溯，便能触碰到这场悲剧最深层的制度死结。明代废除丞相后的这套集权机器，原本需要一个不知疲倦、断绝情欲的半神式工作狂来驱动。然而，朱翊钧却只是坐在龙椅上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从小被压抑出心理创伤，青年时遭遇信仰崩塌，中年后又饱受严重骨关节炎折磨的病患。朱翊钧有着凡人的懦弱、凡人的私欲和凡人无法忍受的生理剧痛。当这具残破的凡人肉身被强行镶嵌进一台需要神明才能驱动的专制机器中时，二者的互相绞杀变成了无法逃避的宿命。文官集团试图用儒家的道德教条将他重新塑造成神，而他则用近乎无赖的摆烂来证明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在这场漫长而绝望的撕扯中，没有赢家。体制的僵化逼疯了皇帝，而发疯的皇帝又利用体制的绝对权力拖垮了天下。公元1956年，当定陵那扇沉重的汉白玉石门被现代考古学家缓缓推开，那具深埋地下300多年的遗骸终于重见天日。在昏暗的灯光下，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位生前坐拥四海、威服八方的君王，骨骼竟呈现出极其严重的扭曲与病变，右腿绝望地蜷缩着，仿佛在诉说着几个世纪前的阵痛。而在他周围，金丝翼扇冠依旧闪耀着冰冷而璀璨的光芒，无数的奇珍异宝堆积如山，宛如一座用尽天下财富打造的华丽囚笼。这或许是历史对朱翊钧一生最为精准的隐喻，他的一生都被死死地困在这顶耀眼的皇冠与这套僵化的体制之中。他曾试图挣脱，曾试图反抗，甚至不惜以玉石俱焚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复仇，但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脱这宏大而悲凉的时代宿命。万历皇帝的身影早已在300多年前的那个初秋化作了一抹幽暗的尘埃，但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走向日暮的凄凉背影，更是一生在历史幽谷中久久回荡的沉重叹息。当绝对的权力失去了进化的可能，哪怕是那个握着权柄的至高者，最终也只能沦为这头名为帝国的巨兽口中最悲哀的祭品。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